被检查出癌症后，儿媳妇把我赶出家门，理直气壮地表示谁爱治谁治，他们家没有我这个妈。再看一旁沉默不语的儿子，我算是彻底看清了他们一家的丑恶嘴脸，攥紧了手里的误诊报告，我向他们投去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回到家，连口水都还没来得及喝，儿媳妇就阴沉着脸色朝我走过来，看他这副样子，不知为何心里竟有些发毛。妈，出了这样的事儿，是我们谁都不想看到的。这话一出，我就知道吴曼曼在说我得癌症的事情。刚想拿出手里的报告单分享一个好消息时，吴曼曼直接打断了我的话：你现在得了癌症，已经是一个濒死的人了，俗话都说落叶归根，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吴曼曼像笑面虎一样对我循循善诱，我难免有些防备的看着他。曼曼，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好了，不用和我绕这些弯子。我的回答让吴曼曼哈哈一笑，紧接着她道：妈，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就有话直说了。你的病我们治不了，谁爱治谁治，你还是趁早离开家里吧。我心里一寒，从未想过我掏心掏肺疼爱的儿媳妇，竟然会在我重病、最需要大家的呵护时，这样赤裸裸地说出这样的话。妈，我说话难听，但是也都在理。你都是一个快死的人了，还是趁早走吧。你要是死在家里，这房子以后还怎么住人？可能是看我迟迟不回应，吴曼曼怕我不走，又继续下起了逐客令。我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吴曼曼尖酸刻薄的嘴脸，让我怎么也没办法想到她和跟儿子结婚时对我孝敬的面庞结合在一起。极力稳住自己颤抖的身体，我佯装平静地问：这是你的主意，还是陈健的主意？即使我已经努力憋回了快要夺眶的泪水，但嘶哑的声音还是暴露了此刻的情绪。这是我和你儿子商量好后做出来的最终决定。吴曼曼的婉话如晴天霹雳，彻底砸碎了我心里仅剩的一丝期盼。僵硬的扭动着自己的脖子，看着被紧关着的房门，我心里明白，儿子此刻就躲在卧室里。毕竟陈健是我儿子，要陈健亲口对我说，我才能相信。抬起已经朦胧的泪眼，虽然我知道吴曼曼的话不会有假，但人总是这样，如果没有亲耳听到，对待对方始终还是会抱有一丝期待。可能是儿子一直趴在门边，侧耳听着我和吴曼曼的对话，所以我话音刚落的那一刹那，卧室的房门就被陡然打开，紧接着儿子就走到了我面前。儿子，曼曼刚刚说的话都是真的吗？他眼眸低垂，似是不敢看我，也不敢对我的话做出回应。老公，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磨蹭什么？最后还是吴曼曼的催促打破了我们之间良久的沉默。妈，你还是走吧，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儿子的话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眼泪终于控制不住的开始从我脸上滑落。我本以为儿子和儿媳都是好孩子，毕竟老伴死得早，我含辛茹苦的把儿子养大，一天打3份工，供儿子上学，给他买车买房。所以在确诊胃癌后，我想过该如何不连累儿子儿媳，该以何种方式主动离开，但就是没想过儿子和儿媳妇会丝毫不顾念我们之间的情分。从我检查出胃癌到今天，只不过区区1周的光景，他们就如此迫不及待的想甩掉我。妈，算是我求你了，你行行好，赶紧走吧，别在这里惹我心烦了。你看看你手里拿着的是病历吧，这癌症就是个无底洞，我们哪里有钱给你治病？吴曼曼一脸嫌弃的看着我，就好像已经因为治病已经掏空了他的全部家当，
紧紧攥着手里的病历，我心寒的向后撤了2步。妈，你走吧，这个家不再欢迎你了。可能是因为吴曼曼的话受到了启发，儿子又大跨了2步逼近我，向我下了最后的通牒。看我迟迟没有反应，吴曼曼觉得我想继续赖在这，他又尖着那惹人厌的声音继续说了起来：妈，你要是不想走也没事儿，那就等死吧，反正我们没钱给你治病。看着他这副志在必得的小人模样，又看了看在默默支持着他的儿子，这下子我算是彻底看清了他们夫妻俩的丑恶嘴脸，再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和不舍。当初被检查出胃癌，我怕儿子儿媳跟着我伤心难过，只是哪里能想到，为了能把我顺利赶走，陈建和吴曼曼竟能如此卑鄙。看来他们这是早都预谋好的，我气得差点晕厥，顾不得再和这对夫妻纠缠。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我强忍着满心的悲戚与愤怒，转身缓缓走向房间，每一步都像是拖着千斤重担，脚步沉重而迟缓。我打开衣柜，目光在一件件衣物上扫过，往昔那些阖家欢乐的画面如走马灯般在脑海中闪现。曾经我满心欢喜地为儿子和儿媳准备饭菜，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屋子。而如今这一切都已如梦幻泡影，消散得无影无踪。我随意挑了几件平日里常穿的衣物，动作机械而麻木，手指触碰到衣物的瞬间，泪水再也不受控制，簌簌地滚落下来，滴在衣服上，印出一片片深色的痕迹。我将衣物胡乱地塞进一个旧布包，那布包还是多年前老伴亲手为我缝制的，如今物是人非，想到这里，心中的悲痛愈发浓烈。我拖着那个装满衣物的布包，最后一次缓缓扫视这个曾经温馨无比的家。房间里的每一处角落都曾留下过我们的欢声笑语，可此刻却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冰冷气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试图平复内心翻涌的情绪，然而胸口的憋闷却愈发强烈。我一步一步地朝门口走去，每迈出一步，都仿佛能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当我伸手握住门把手的那一刻，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期望能看到儿子或儿媳哪怕一丝挽留的神情，但映入眼帘的只有空荡荡的客厅以及紧闭着的卧室门。那扇门仿佛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将我与他们彻底隔绝开来。我咬了咬嘴唇，打开门，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出去。门在我身后缓缓关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那声音像是为我这段被背叛的亲情敲响了丧钟。楼道里光线昏暗，我扶着墙壁，一步一步地往下走，每走一步都感觉自己的灵魂被剥离了一层。终于，我走出了这栋楼。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却无法驱散我心中的阴霾。我抬起头，望着天空，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街道上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而我却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孤独而无助。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了那座老房子前。老房子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墙壁斑驳，门窗破旧，就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我缓缓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门，一股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走进屋内，映入眼帘的是布满灰尘的家具，以及墙上挂着的我和老伴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中的我们笑容灿烂，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我轻轻地抚摸着照片，泪水不受控制地流淌下来。我走到床边，缓缓坐下，身体像是被抽去了所有的力气，一下子瘫倒在床上。我望着天花板，
心中的愤怒和委屈如汹涌的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我的内心。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那个我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爱的孩子，怎么会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如此绝情地将我抛弃？还有那个曾经一口一个妈叫得亲切无比的儿媳妇，她的笑容仿佛还在眼前，可如今却露出了如此尖酸刻薄、冷酷无情的真面目。在这空荡荡的老房子里，我独自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泪水不停地流淌，浸湿了枕头。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逐渐从最初的崩溃与绝望中走了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烈到近乎疯狂的报复欲望。我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的代价。我紧紧地攥着手里的误诊报告，那是我反击的有力武器。我开始绞尽脑汁的谋划，每一个细节都在脑海中反复斟酌。我要让他们尝尝被背叛、被抛弃的滋味，让他们为自己的贪婪和无情付出沉重的代价。与此同时，在那座我曾经视为家的房子里，陈健和吴曼曼以为我离开了，便过上了逍遥自在的日子。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一场足以将他们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一天，我强忍着内心的厌恶，拨通了陈健的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虚弱而无力。儿子，妈想在最后的日子里再看看咱们家，你能不能陪我回去一趟？电话那头，陈健犹豫了一下，或许是心中还残留着一丝对我的愧疚，又或许是害怕落下不孝的骂名，最终还是答应了。我来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前，深吸一口气，按下了门铃。门开了，陈健和吴曼曼看到我，脸上瞬间露出了不悦的神色。吴曼曼的嘴角微微向下撇着，眼神中满是嫌弃，而陈健则低下头，不敢直视我的眼睛。我装作没有看到他们的表情，径直走进屋子。我在屋子里慢慢地走着，每一步都踏在回忆的碎片上。我抚摸着曾经精心擦拭的家具，看着墙上挂着的家庭合影，那些画面仿佛还在昨天，可如今却已物是人非。突然，我捂着肚子，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身体缓缓地倒在地上。妈，你怎么了？陈健下意识地问道，语气中似乎还残留着一丝关切。我的病好像更严重了，我有气无力地说着，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那汗珠既是因为心中的愤怒，也是为了这场逼真的表演。吴曼曼在一旁冷哼一声，脸上满是不屑，装什么装，不就是想赖着不走吗？她的声音尖锐而刺耳，如同一把利刃，狠狠地刺痛着我的心。我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对陈健说，儿子，妈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有些话想单独跟你说。陈健看了看吴曼曼，吴曼曼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去吧去吧，别太久。我把陈健拉到房间里，关上门。房间里的布置依旧如旧，曾经我为他们精心挑选的窗帘、布置的装饰，如今却成了我心中的讽刺。我缓缓地从口袋里拿出误诊报告，递到陈健面前。陈健看到报告，眼睛一下子瞪大了，脸上写满了惊讶。妈，这是怎么回事？儿子，妈根本没得癌症，这是误诊。本来我想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可没想到你们却在这个时候把我赶了出去。我泪流满面地说着，心中的委屈和愤怒如决堤的洪水般倾泻而出。你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吗？我一直想不明白，我辛苦养大你，为你付出了一切，你怎么能这么对我？陈健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愧疚，
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和懊悔。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吴曼曼在外面的呼喊声打断了。吴曼曼在外面大声喊道：“你们在里面干什么呢？磨磨蹭蹭的。”陈健有些慌张，他把报告塞回我手里，眼神中带着一丝哀求：“妈，这事儿先别告诉曼曼，我怕她接受不了。”我心中冷笑，接受不了？他把我赶出去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我接受不了？他可曾考虑过我的感受？从那以后，我开始故意在吴曼曼面前表现得更加虚弱。每次去看他们，我都会提前做好准备，装出疼得厉害的样子。我捂着肚子，身体微微颤抖，脚步蹒跚地走进他们的家。吴曼曼虽然依旧嫌弃，但或许是觉得我真的时日无多，也没有再赶我走。他大概是想着，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没必要再费口舌。我还故意在他们面前提起我的遗嘱，说我准备把所有的财产都捐出去，因为我没有值得信任的家人。我观察着他们的反应，吴曼曼听到这话，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贪婪和不甘。从那以后，他开始对陈健施加压力，每天不停地在陈健耳边唠叨，让他想办法让我改变主意。陈健找我谈了几次，每次都是一副焦急的样子。他试图说服我，让我把财产留给他们，可每次都被我坚决地拒绝了。看着他焦急的样子，我心中暗自得意，这只是他们应得的惩罚的开始。终于，我觉得时机成熟了。一天晚上，我提前联系好了几个以前的老邻居，他们在得知我的遭遇后，都对陈健和吴曼曼的行为感到无比愤怒，纷纷表示愿意帮我出这口气。我们一起朝着陈健和吴曼曼的家走去。我们来到他们家门前，我深吸一口气，然后用力敲开了门。吴曼曼打开门，看到我和一群人站在门口，脸上立刻露出警惕的神色。你们想干什么？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显然被我们这突如其来的阵仗吓到了。我冷冷地看着他，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和决绝。吴曼曼，今天我是来跟你们算账的。然后我把误诊报告用力地扔到他面前，你看看这是什么？我根本没得癌症，你们却因为自己的自私和贪婪，把我这个母亲赶出家门。今天我要让你们知道，做错事是要付出代价的。吴曼曼捡起报告，眼睛快速地扫过上面的字，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身体也开始微微颤抖。陈健听到声音，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看到报告，又看了看一脸愤怒的我和站在我身后的邻居们，低下了头，不敢看我的眼睛。你们不是想要我的财产吗？现在我告诉你们，1分钱都不会给你们。不仅如此，我还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的所作所为。我愤怒地说，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吴曼曼突然像疯了一样冲过来，伸手想抢我手里的报告。你不能这么做，这会毁了我们的。我用力甩开他的手，他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上。你这个老太婆，你想干什么？吴曼曼恼羞成怒地喊道，脸上的表情因为愤怒和恐惧而变得扭曲。我要让你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从你们把我赶出去的那一刻起，你们就不再是我的家人。今天我要当着大家的面揭露你们的丑恶嘴脸。我对着周围的朋友说，大家评评理，我含辛茹苦养大儿子，给他买车买房，可他却在我被误诊为癌症的时候，和儿媳妇一起把我赶了出去，他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朋友们纷纷指责陈健和吴曼曼，你一言我一语，声音在屋子里回荡。吴曼曼坐在地上，开始哭闹起来。她一边哭一边指着陈健骂道，都是你，陈健，
你这个窝囊废，现在怎么办？陈健站在一旁，一言不发，脸上满是懊悔和自责，他的头深深的低着，不敢面对众人的目光。我继续说，我本不想把事情闹大，但你们太过分了。今天我要让你们明白，亲情不是用来算计的，不是用来抛弃的。你们的行为让我彻底失望了。说完，我带着朋友离开了。在转身的那一刻，我看到陈健和吴曼曼瘫坐在地上，眼神空洞，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从那以后，他们在小区里被邻居们指指点点，日子过得很不好。而我虽然失去了曾经以为的亲情，但我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也让他们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我知道生活还会继续，而我也将重新开始，不再为那些不值得的人伤心难过。我会带着曾经美好的回忆，勇敢地迈向新的生活。女儿执意违背我的意愿，宁愿与我断绝关系，也要嫁给那个出身贫寒的凤凰男。凤凰男家中有3个姐姐，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弟弟，以及一对只知道生育却无所事事的父母。在我的极力阻拦下，他的婚事未能如愿，他因此对我心生怨恨。后来他与我安排的富2代相亲，步入婚姻殿堂，儿女双全，生活看似美满，却始终不肯原谅我。直到我罹患血癌，急需他的骨髓救命，他却冷言冷语：你毁了我的幸福，还害死了我爸爸，如今是你的报应。他拒绝救我，甚至已经规划好在我死后如何分配我的遗产。我难以置信，为何女儿对我怀有如此深的恶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才得知那令人震惊的真相。没想到我竟然重生了。这一次，她一心要嫁给凤凰男，我决定不再阻拦。我恨你，就是你硬生生拆散了我和天哥，我们才是真正的爱情。你摧毁了我的幸福，还残忍地杀害了我和天哥的孩子，甚至害死了爸爸。你根本就不配我救你！我悲愤交加地喊道。然而，我却不幸患上了急性白血病，久久未能归家探望的女儿，竟然拒绝为我进行骨髓配型。当我看到女儿顾娇那张狰狞的面孔时，心中充满了陌生感。她提及前夫的名字，更是让我惊愕不已。顾佩佩，你没想到吧？你养了个好女儿啊！哈哈哈，你的遗产最终都会落到我哥的女儿手里，我哥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的。钱姑子幸灾乐祸地嘲讽着我，我气得几乎要吐血。猛然间，我在办公室里大叫一声，惊醒了过来。桌子上的水杯被我失手摔落在地，发出清脆的碎裂声。我仍然沉浸在深深的怨恨之中，双眼死死地瞪着跑进来的秘书小陈。小陈被我吓得魂飞魄散，好半天我才缓过神来。看着眼前熟悉的人和自己依然年轻的脸庞、健康的身体，我终于明白，老天有眼，我竟然重生了。上一世，我在白眼狼女儿和钱姑子的双重打击下，身体迅速垮掉，还没来得及查明真相，我就在懊悔、不甘和怨恨中离开了人世。不久之后，手机里传来了我为女儿特意设置的提示音：亲爱的妈妈，我最近花销有点大，再给我转10万块钱吧，我想去法国留学。顾娇现在正在上大3，是艺术生，但她既没有天赋，也不努力，只知道逃课和花钱享乐。然而，我却用尽心力，用钱将她送进了市的重点大学。她平时很少主动联系我，甚至对我的关心表示厌烦，只有在向我要钱的时候，才会甜言蜜语。上一世，母爱蒙蔽了我的双眼。我明明知道她骄纵任性，表里不一，背着我与前夫一家亲近，
总是与我作对，但我仍然掏心掏肺的为他的未来铺路。谁让她是我怀胎10月生下的女儿呢？尽管她身上流着那个渣男前夫的一半血液，去法国留学，她连英语4级都没过。如今，我冷笑着看着这条信息，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转账。我直接前往了我在市中心的一处房产，那是顾娇不愿住学校宿舍时常住的地方。由于有保洁定时打扫，屋子里总体还算整洁。然而，我却发现了他与上一世那个凤凰男的合照。原来他们早就在一起了。衣柜里还有男装，鞋柜里有男鞋，全都是奢侈品牌。顾娇显然是用着我的钱，住着我的房子，养着这个凤凰男。我暗中取下了顾娇的毛发，并在房子里安装了摄像头。晚上，顾娇给我打来了电话：“妈妈，你怎么还不给我转钱啊？”电话里传来了震耳欲聋的音乐声，显然他正在开派对。“你在哪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冷冷地问道。许是他喝了酒，没有听出来我的语气变化。“我在家里跟同学聚餐。”“什么日子？不就是周五吗？”“妈，快点给我转钱嘛，我还有好多东西要买。爱你，么么哒。早点睡，不要熬夜，不要跟你那些狐朋狗友一起混，多学习，好好上课。”我如同上一世一样，忍不住对他谆谆教导，只不过没有那么走心了。挂断了电话，顾娇忽然变了一副表情，满脸是对我的嫌弃。烦死了，老女人天天逼逼叨叨的，财产有我爸的一份，我用一点他就说这说那的。姑姑说的没错，他没安好心，还想用钱控制我。娇娇，反正你妈只有你一个女儿，财产早晚都是你的，我们过来玩。哼，姑姑也这么说，老女人才没人要呢，还生什么孩子？监控视频里，顾娇提到，我就一脸不屑。我心里对她残留的母爱瞬间消失，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她一直都这么看我。今天是我的生日，每年若不是我主动提醒，我这个白眼狼女儿从来没有记住过。相反，不知道从哪年开始，他爸的忌日，不管我多么的愤怒和无奈，他倒是每年都跟前姑子去祭拜。明明前夫活着的时候就是个甩手掌柜，根本就没有多关心他。前夫意外嗝屁了以后，我又当爹又当妈的把顾娇娇宠养大，我对婚姻失去了信心，也不想再生个孩子分掉他的母爱，所以一直没有再婚的打算。从小到大，我对他予取予求，没想到我做的这些在他眼里一文不值。曾经被忽略的像前夫的眉眼，也让我开始感到厌恶。顾娇不仅没有收到我的转账，我还停了他的卡。他过了几天才想到要讨好我这个金主妈妈。妈，你怎么停掉了我的卡啊？我还要去法国看画展呢。顾娇闯进了我的办公室，半是撒娇，半是不满地对我说道。我平静地说道：“听说你又挂科了，养了个小白脸凤凰男朋友，天天不学好，就知道吃喝玩乐，出国留学也是浪费。以后你每月的生活费减到1500元，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学长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想饿死我不成？”顾娇非常的不服，捶着我面前的桌子，声称没有我这种母亲，不仅出尔反尔，不给他生活费，不让他去留学，还要干涉他交友自由。我心里嗤之以鼻，上一世我总以为他只是被我养得过于蛮横和娇气，本性还是好的，如今怎么看怎么矫情厌恶。我为什么要供一个白眼狼去留学，还买一带一？你那学长叫吴天，据我所知他家里穷的耗子都不愿意去，他连每月的生活费都靠你接济，这回想去法国留学是他出的主意吧？顾娇惊奇我竟然知道吴天，
愣了几秒没有说话。你怎么歧视穷人？莫欺少年穷，知不知道？上一世他被凤凰男哄得团团转，还想用我的钱供养凤凰男出国的学费、生活费。鉴于过往的经历，我对这种凤凰男没有任何好感。我们母女俩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后来顾娇绝食自杀，威逼我妥协，我才不得已松了口。如今他无法再肆无忌惮地享受我的母爱，他的福气已经到头了。他要是去不了，我也不去。顾娇气急败坏地离开了。我管你去不去，我已经对他失望透顶。我自从父母去世后，经历了一系列风雨的催打，加上死过一次，如今早就练就了一副铁硬的心肠。第二天，吴天拉着顾娇来向我道歉了。这一事，我提前见到了吴天。平心而论，凤凰男长得不错，高大英俊，一表人才，嘴巴也利索，能说会道的，怪不得能哄住顾娇。但倒霉就在他与我那个渣男前夫一样的出身，拥有类似的原生家庭，都是靠勤学、高智商、高情商飞出了我，靠颜值忽悠涉世未深的傻白甜。但是他们一样的精明算计、自私自利，受过一次教训的我，哪能被他所蒙骗？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不喜。阿姨，娇娇有些任性，说了些不好的话，您不要跟他置气。我不会用你的钱去留学的，钱我自己能赚，我只是想陪娇娇，她自己一个人在国外孤孤单单的，若不是早就调查出她的公费留学名额被拿掉了，我恐怕如同上一世一样，认为这个男人有些骨气呢。顾娇偏着头不看我，留什么学啊？我们国家的好大学有的是，那外国的月亮就圆啊。娇娇也不用去了，安心的在国内读书，以后找个工作养活自己。我温柔的说道。我的话显然出乎两个人的预料，但是娇娇学的绘画在法国能，就她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似笑非笑的看着顾娇说道。顾娇从未被我讽刺过，我也从未拒绝过她，我接二连三的没有达到她的要求。她不可置信的看着我，像是看个陌生人。阿姨，我听说昨天是您的生日，这是我和娇娇给你买的生日礼物，您消消气，娇娇心里一直有您，就是不太会表达。我看着这么会做人的吴天，一把甩开他手中的礼盒。想娶我女儿，你还差得远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老娘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顾娇忍无可忍的指责我瞧不起人，扬言不靠我也能出国留学，拉着吴天离开了。他不靠我，难道是靠没工作的钱姑子，还是靠他半身不遂的奶奶？喂，小陈，找人给我调查21年前的3月6日仁爱医院出生的所有孩子的下落，还有王琴，从生产甚至更早以前就被王天赐算计。我前姑子王琴是渣男王天赐的妹妹，当年在我生产的仁爱医院当护士，因为王天赐的意外死亡，王家的一切算计成了空。王家人死皮赖脸的没少过来闹，毫无证据的声称是我杀了王天赐，他们无非是要钱，我通通将他们打了回去。这些年我与王家老死不相往来，可架不住长大的顾娇被王琴挑拨糊弄，他们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早就联系紧密。顾娇与吴天在朋友圈公布了恋情，他是故意的，因为几年前他就将我屏蔽了。我在评论下面还看到有人恭喜两人能一起去留学，羡慕他们郎才女貌，成就一段佳话，其中以王琴为主。我差点笑了出来。顾娇没有钱去留学，至于马上要毕业了的吴天，更是不可能。我和顾娇
谁也没联系谁。但是我知道他不久后就得来找我。他一向骄横跋扈，与同学室友的关系紧张。上一世，他嘲笑看不起家庭贫困的女同学，因为怀疑女同学勾吴天，不仅动手打了他，还找人拍了他的照片。女同学受到校园霸凌，羞愤之下跳了楼。妈，你得帮我，那贱人自杀关我什么事？反正又没有死。女同学是没有死，只不过双腿锯断，终身残废了。电话里，顾娇反复撇清自己，半点悔恨之心都没有。上一世，我拿了不少钱为他处理，甚至跪在受害者身前恳求他原谅顾娇，不惜顶着溺爱孩子的骂名，也要为他摆平。他转身拍拍屁屁，和心爱的男人留学去了，然后留给我公司名誉受损的烂摊子。即使这样，我也认了。谁让她是我的女儿？如今做错了事情就需要付出代价，该是让她受些生活的捶打。我拉黑了顾娇，顾娇联系不上我，她不顾保安的阻拦，冲进了我的办公室。妈，学校要让我退学，他们要报警抓我，我凭什么要补偿那个贱人？你去道歉了吗？我漫不经心地说道。怎么可能？谁让他想勾天哥的？都是他自找的。我拒绝帮助顾娇，他完全不顾脸面的大声叫喊：你是不是有了小白脸就不管我了？是不是他在挑拨我们？我可是你的女儿！顾娇指着小陈大骂。我还年轻，再生几个继承人也不是不可以。我看着顾娇笑道，然后让保安将顾娇请走了。我曾经送给他不少珠宝首饰，还有名贵的车，每逢他的生日都包大红包给他。若不是他平时挥霍无度，接济钱姑子他们，他自己也能拿得出来赔偿款。最后没有我的帮助，顾娇不想吃官司，他卖掉了车和珠宝首饰，不情不愿地写起了请罪书求原谅。学校总算是没有将他清退，他免了牢狱之灾，但他已经在学校里混不下去了。顾娇第一次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了代价，他天真的认为我只是想给他个教训，没想到我贯彻到底，一直没有原谅他，仿佛我没有他这个女儿。手上没钱的顾娇焦急了，他又一次主动来找我了。这些日子他来找我的次数加起来比过去20多年的次数都多。我知道，因为她怀孕了，时间比上一世提前了不少，估计是没有流程学，还被我无视，降了生活费，赔了钱的原因。妈，我怀了天哥的孩子，我们要结婚。他的语气仿佛是通知，不是请求。未婚先孕还如此理直气壮，那不知廉耻的劲果然跟某些小三如出一辙。哦，我同意，我淡定地说道。我和天哥是真爱，他会永远对我好，不像你，你婚姻失败就不想我过得幸福，你怎么这么的恶毒？好啊，若是你执意如此，我尊重。我又重复了一遍我的态度。顾娇终于意识到我没有反对他们，她张着嘴愣了一下，她在惊奇我怎么这么容易就被劝服了。你有男人了，生活费我就不给你了，还有你现在住的房子我已经卖了，月底之前搬走吧。对了，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凤凰男，所以我不会给你嫁妆的。你不是长大了不想靠母亲了吗？我尊重你所有的决定。他和吴天商量好，想要靠怀孕让我妥协，我直接让他们两个锁死。他应该感谢我没让他再折腾了，什么跳楼自杀、绝食、抑郁、断绝母女关系，通通都不用了。我成全他们。见我的态度坚决，顾娇有些失魂落魄的离开了。不知道他意识到没有，他没有再恃宠而骄的资格了。他估计是回去跟吴天商量去了。他们认为我一定舍不得女儿受苦，嘴上说不给嫁妆，
生米煮成熟饭后，一定会看在孙子或孙女的份上缓和关系。凤凰男的如意算盘，上一世确实是打好了。我也因为母爱，在理智也会心软被拿捏。但是这一世，因为顾娇的肚子越来越大，她和吴天在我的祝福下结婚了，没有嫁妆，没有彩礼，顾娇就把自己嫁了。她甚至都没有详细的了解过吴天的原生家庭。3个早早辍学出去打工，被安排嫁人换彩礼的姐姐，一个正在县城读书的宝贵弟弟，2个偷懒耍滑贫穷的父母。他的公婆不仅重男轻女，还极度的偏心小叔子。吴天不仅不受宠，还是个伏地魔，贱皮子一样的妈宝孝顺男，这些够他喝一壶的了。婚礼现场，顾娇的婆婆一脸尖酸刻薄，老脸拉得很长，没个笑脸，跟当年我那个不好相处的婆婆如出一辙。婚礼现场，我置身于角落，以一种近乎冷酷的姿态冷眼旁观着一切。舞台上，顾娇身着简约的婚纱，那婚纱远不及我曾经在心底为她描绘的盛大模样，没有璀璨夺目的珠宝点缀，也没有华丽繁复的裙摆拖曳。但此刻的她，眼神中依旧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仿佛前方等待她的是一场浪漫而美好的旅程，丝毫没有察觉到即将笼罩而来的阴霾。她与吴天站在一起，脸上洋溢着新婚的喜悦，殊不知这看似美好的结合，实则是踏入了一个布满荆棘的陷阱。婚后，顾娇和吴天搬进了租来的狭小公寓。起初，新婚的甜蜜如同一层薄薄的糖衣，包裹着他们的生活。顾娇沉浸在这份幸福之中，每日脸上都挂着笑容，精心布置着他们的小家。然而，好景不长，日子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悄然流逝，生活的艰辛如同潮水一般，汹涌地向他们涌来。吴天的工资本就微薄，在支付了房租和日常开销后，所剩无几，每一笔支出都需要精打细算。而顾娇从小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习惯了挥金如土，对如何节约开支、规划生活一窍不通。很快，在经济的压力下，2人开始频繁争吵。为了几毛钱的菜价，为了水电费的支出，曾经温馨的小家时常充斥着争吵声，甜蜜渐渐被消磨殆尽。顾娇开始怀念过去在我身边衣食无忧的日子，那时的她生活富足安逸，想要什么便能得到什么。她拿起手机，尝试着给我打电话，手指在拨号键上微微颤抖，心中满是期待。可电话那头始终回荡着冰冷的提示音，仿佛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将他与过去的生活彻底隔开。那一刻，他终于真切地意识到，我是真的狠下心来，对他不管不顾了。无奈之下，他只能将满心的委屈向吴天倾诉，希望能从丈夫那里得到安慰。然而，吴天面对妻子的抱怨，渐渐失去了耐心。昔日在我面前展现出的温柔体贴，如梦幻泡影般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烦躁与冷漠，自私的本性暴露无遗。与此同时，吴天的原生家庭如同一场噩梦，将顾娇紧紧缠绕。他的父母隔三差五便以各种理由来要钱，今天是弟弟学校要交资料费，明天是姐姐家孩子生病急需钱，理由五花八门，层出不穷。顾娇看着那一笔笔支出，心疼得如同刀绞，每一分钱都像是从他身上割下的肉。可吴天却认为这是他作为儿子和哥哥应尽的责任，毫不犹豫地将钱寄回家里。2人为此争吵不断，每一次争吵都像是在他们原本就脆弱的婚姻关系上狠狠地划上一刀。
而吴天的3个姐姐因为早早辍学，生活并不宽裕，对这个上了大学还娶了城里媳妇的弟弟寄予了厚望，时常带着孩子来蹭吃蹭喝。他们在故交的公寓里肆意喧闹，孩子们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玩具扔得到处都是，大人则坐在沙发上，一边吃着故交辛苦准备的食物，一边大声聊天，全然不顾故交的感受，将这里当成了自己家。故交怀孕后，身体变得虚弱不堪，行动也愈发不便。她渴望得到吴天的关心与照顾，可吴天却因为工作繁忙，每天早出晚归，无暇顾及她。回到家后，疲惫的她倒头就睡，对故交的状况不闻不问。婆婆得知故交怀孕的消息后，不仅没有半点关心与问候，反而嫌弃她肚子里的孩子不知道是男是女，嘴里嘟囔着如果是女孩就再生一个。故交听着婆婆的话，满心委屈，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无处诉说。此时的她开始深深后悔当初不听我的话，执意嫁给吴天，可一切都已无法挽回。而我在这段时间里一直默默地关注着故交的一举一动。通过安装在她住处的摄像头，我将她生活中的困境尽收眼底。看着她被生活折磨得日渐憔悴，曾经圆润的脸庞变得消瘦，明亮的眼睛失去了光彩，我心中五味杂陈。曾经我是那么疼爱她，恨不得将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捧到她面前，可她却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对我的苦心置若罔闻。如今她终于品尝到了生活的苦涩，可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选择。我在屏幕这头看着她的遭遇，心中既有对她的心疼，又有一丝无奈与感慨。在故交孕期的某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仿佛从黑暗的深渊传来。你想知道21年前的真相吗？明天中午，市中心的废弃工厂，一个人来。我心中一惊，握着电话的手微微颤抖。难道是关于我前夫死亡以及故交身世的线索？无数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犹豫片刻后，强烈的好奇心和对真相的渴望驱使我决定赴约。第二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废弃工厂。工厂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铁锈味，那味道让人闻之欲呕。昏暗的光线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勉强照亮着这个空旷而阴森的空间，让人看不清周围的环境。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工厂，每一步都踏得格外沉重，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仿佛要冲破胸膛。突然，一个身影从阴影中缓缓走出，竟是前姑子王琴。她面容憔悴，头发凌乱，眼神中却透着一丝疯狂，仿佛被仇恨吞噬了理智。你终于来了，顾佩佩，这么多年，你过得可真滋润啊！可我们王家却被你害得家破人亡。王琴恶狠狠地说道，声音在空荡荡的工厂里回荡，带着一丝阴森的气息。我冷哼一声，强压着心中的愤怒，我害得你们。当年王天赐出轨，被我发现后，他自己心虚，在逃跑途中出了意外，这能怪我吗？这些年，你们王家没少来我这里闹事，我都忍了，没想到你今天还敢约我来这里。王琴冷笑几声，笑声中充满了嘲讽与怨恨。王天赐出轨，你以为他真的出轨了吗？那不过是我们设的局，为的就是让你主动提出离婚，把财产分给我们。可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死了，一切都乱了套。我震惊地看着他，眼睛瞪得大大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怒。你说什么？这一切都是你们设计的？那故交？王琴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犹豫，
随即咬了咬牙，说道：“顾娇确实是你和王天赐的孩子，但当年在医院，我偷偷给你换了药，导致你产后大出血，身体落下病根，就是想让你不好过。”听到这些，我只觉得天旋地转，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稳。原来这一切背后隐藏着如此深的阴谋，我一直被蒙在鼓里。我怒不可遏，冲向王琴，双手紧紧握拳，恨不得将他撕成碎片。你们怎么能这么做？你们毁了我的生活！王琴却轻松地躲开了我的攻击，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匕首，在手中把玩着。匕首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烁着寒光。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今天叫你来，就是要让你付出代价。就在王琴准备向我动手时，工厂外突然传来警笛声。原来我赴约前给秘书小陈留了线索，如果我在规定时间内没回去，就让他报警。王琴听到警笛声，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中的疯狂被恐惧取代。他慌乱的四处张望，想要逃跑，却被赶来的警察当场抓获。经历了这场风波，我身心俱疲，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但我知道，我不能倒下，我要将真相告诉顾娇，让他明白，真正毁了他生活的不是我，而是他自己的任性和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我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顾娇的住处，此时的他正坐在沙发上，一脸愁容地抚摸着肚子，眼神中满是迷茫与无助。看到我来，他眼中闪过一丝惊喜，随即又变得冷漠，仿佛一层冰霜将他的心包裹起来。你来干什么？看我的笑话吗？顾娇冷冷地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嘲讽。我叹了口气，缓缓走到他身边，将王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顾娇听完，呆坐在原地，眼神空洞，泪水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滑落。怎么会这样？我一直以为是你。我走到他身边，轻轻地抱住他，像小时候那样拍着他的背。孩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重要的是你和孩子。妈妈知道你现在过得很艰难，以后妈妈会帮你，我们一起重新开始。顾娇紧紧地抱住我，泣不成声，泪水浸湿了我的衣服。这一刻，母女之间多年的隔阂终于彻底消除，曾经断裂的亲情纽带在这一刻重新连接。此后，我帮助顾娇和吴天搬离了那狭小的公寓，为他们重新安排了宽敞舒适的住处。吴天也在我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薪资待遇大幅提升。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努力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只为给顾娇和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回到家后，他也会主动帮忙做家务，照顾顾娇，对她更加体贴入微。而顾娇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变得成熟懂事。她开始学习如何照顾家庭，每天早早起床，为吴天准备营养丰富的早餐，精心打理家里的一切。同时，她也重新拾起了绘画的爱好，在绘画中寻找内心的宁静与快乐。随着孩子的出生，顾娇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她看着孩子可爱的脸庞，心中满是感慨。那粉嫩的小脸，明亮的眼睛，让她感受到了生命的奇迹与美好。她知道，这一次她要为自己和孩子的未来好好努力。而我看着顾娇幸福的模样，心中的伤痛也渐渐愈合。重生一次，我终于打破了命运的枷锁，让女儿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也让我们母女俩重新找回了彼此的爱。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携手前行，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孩子满周岁那天，
顾娇提前好些日子就开始精心筹备这场温馨的派对。她穿梭于各大商场和手工店，精心挑选着每一个彩色气球，只为打造出最梦幻的场景。宽敞的客厅被她布置得温馨而热闹，五彩斑斓的气球错落有致地悬挂着，宛如一片绚丽的气球海洋。墙上挂满了孩子从出生以来的成长照片，从第一次微笑、第一次翻身到第一次牙牙学语，每一张都定格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珍贵瞬间，记录着孩子的欢笑与进步。亲朋好友们接到邀请后，纷纷带着祝福和礼物前来祝贺，屋内瞬间充满了欢声笑语，温馨的氛围弥漫在每一个角落。顾娇身着一袭简约而优雅的连衣裙，抱着孩子站在客厅中央，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笑容如同春日暖阳般灿烂。她的眼神中满是温柔与慈爱，低头看着怀中的孩子，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他们母子二人。吴天则穿着整洁的衬衫，在一旁忙前忙后，热情地招呼着客人。他时不时望向顾娇和孩子，眼中尽是爱意与自豪，那眼神仿佛在说，这就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我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这其乐融融的场景，心中满是欣慰。回想起过去那些波折的日子，顾娇曾在错误的道路上迷茫徘徊，而如今他终于找到了生活的方向，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这一路走来，有太多的艰辛与不易，但此刻一切都变得值得。派对进行到一半，顾娇轻轻将孩子交给吴天，然后拉着我来到阳台。夜晚的微风轻轻拂过，带来丝丝凉意，仿佛在为这个美好的时刻增添一份惬意。顾娇看着我，眼中闪烁着泪光，声音略带哽咽地说：“妈，真的谢谢你，若不是你，我可能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永远也无法体会到现在这种幸福。过去我太任性，太不懂事，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我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感慨地说：“傻孩子，过去的都过去了，重要的是现在和未来。看到你和孩子这么好，妈妈就满足了。”在这一刻，过去的所有误会与隔阂都烟消云散，母女之间的情感变得更加深厚而纯粹。在事业上，我也迎来了新的突破。公司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凭借着团队的不懈努力和创新精神，成功吸引了一家国际知名企业的目光。经过多轮艰苦的谈判和协商，双方最终达成合作协议，公司的业务范围迅速拓展到海外市场。在一次重要的商务会议上，我作为公司代表站在演讲台上，面对台下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商界精英，我深吸一口气，开始有条不紊地阐述公司的发展理念、业务优势以及未来的合作规划。我的声音坚定而自信，通过先进的翻译设备传递到每一位听众的耳中。台下的商界精英们纷纷投来钦佩的目光，他们被公司的实力和我的个人魅力所折服。会议结束后，一位资深的商业大亨主动找到我，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对我的商业理念和领导能力赞不绝口，并表达了进一步合作的意向。这次合作不仅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如大量的订单、先进的技术引进以及更广阔的市场渠道，也让我在商界的声誉更上一层楼，成为了行业内备受瞩目的人物。随着事业的蒸蒸日上，我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慈善事业中。我深知贫困地区的女孩们面临着诸多困境，就像吴天的姐姐们一样，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从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为了帮助这些女孩，我毅然决定成立以顾娇父亲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基金会成立后，我们积极开展各种公益活动。我们深入贫困地区，为当地的学校捐赠先进的教学设备，如多媒体教室、电脑、图书等，改善了孩子们的学习环境。同时，我们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为他们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全程学费支持。除此之外，我们还为那些即将毕业的学生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顺利步入社会。在一次慈善活动中，我遇到了一位曾经接受过基金会帮助的女孩，她如今已经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教师。她紧紧握着我的手，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声音颤抖地说：“是您的基金会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有机会走出大山，实现自己的梦想。曾经，我以为自己的人生注定黯淡无光，但因为您的帮助，我看到了希望，也有了追逐梦想的勇气。现在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孩子。”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了慈善的意义和价值，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使命感，也更加坚定了继续走下去的决心。顾娇在绘画领域也逐渐崭露头角。她在经历了生活的磨砺后，对艺术有了更深的感悟和理解，绘画风格也越发独特。他的作品开始在一些小型画展中展出，虽然这些画展规模不大，但却吸引了不少业内人士的关注。有一位知名的艺术评论家在偶然间看到了他的作品，被作品中蕴含的情感和独特的表现手法所打动。他主动找到顾娇，对他的绘画天赋和独特风格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凭借自己在艺术界的广泛人脉，为顾娇介绍了许多宝贵的资源和机会。在这些贵人的帮助下，顾娇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个人画展。画展当天，展厅被布置得典雅而富有艺术氛围。顾娇的一幅幅作品被精心装裱后挂在墙上，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展厅里人头攒动，人们被他的作品所吸引，纷纷驻足欣赏。有的人为他细腻的笔触所惊叹，有的人为他独特的色彩搭配所折服，还有的人被作品中传达的情感所触动。顾娇站在自己的作品前，向观众们介绍着创作灵感和背后的故事，他的眼神中充满了自信与光芒。那一刻，他仿佛成为了整个世界的焦点。这次画展的成功，不仅让顾娇获得了业内的认可，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在绘画道路上走下去的信念。吴天在工作中表现出色，凭借着自己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勤奋努力的工作态度，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赏识和重用。公司的一个重要部门面临着人员调整和业务拓展的挑战，领导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提拔吴天为部门经理，负责带领团队完成一系列重要项目。面对新的挑战，吴天并没有退缩，他深知这是公司对他的信任，也是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管理知识，参加各种培训课程和研讨会，提升自己的领导能力。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团队协作精神，与团队成员们密切沟通，了解每个人的优势和特长，合理分配任务。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成员们团结协作，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成功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的任务，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在公司的年度表彰大会上，吴天凭借着出色的业绩，获得了公司的年度优秀管理者奖。当他站在领奖台上，手捧奖杯，
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时，他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他在心中默默发誓，一定要更加努力工作，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在家庭方面，我们的关系愈发亲密。每个周末，我们都会一起聚餐，分享一周来的生活点滴。顾娇和吴天会带着孩子来我家，孩子一进门，就像一只欢快的小鸟，在客厅里欢快地跑来跑去，笑声回荡在整个屋子，为这个家增添了无尽的活力。我和顾娇会一起在厨房忙碌，我们一边准备丰盛的晚餐，一边聊天，分享着生活中的趣事。吴天则在一旁帮忙打下手，他时而递上调料，时而帮忙切菜，一家人配合的默契十足。餐桌上摆满了色香味俱佳的菜肴，每一道菜都饱含着我们对彼此的关爱。饭后，我们会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影、聊天。有时候，我们会回忆起过去的日子，感慨生活的变迁。有时候，我们会一起讨论未来的计划，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这种平凡而又幸福的生活，让我们倍加珍惜，也让我们更加明白家庭的重要性。随着孩子的逐渐长大，顾娇和吴天开始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操心。他们深知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希望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培养出优秀的品德和广泛的兴趣爱好。于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为孩子报了各种兴趣班，如音乐、舞蹈、绘画等。在陪伴孩子学习的过程中，顾娇和吴天也不断学习和成长。他们阅读了大量的教育书籍，参加了各种亲子教育讲座，学会了如何与孩子沟通，如何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当孩子在兴趣班中取得进步时，他们会为孩子感到骄傲；当孩子遇到困难时，他们会耐心的鼓励和帮助孩子。看着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和成长，顾娇和吴天感到无比欣慰。他们知道，这就是为人父母最幸福的时刻。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前行，共同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我相信，只要我们彼此相爱，相互支持，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我们追求幸福的脚步。重生一次，我不仅改变了自己和女儿的命运，更让我们懂得了珍惜、感恩和成长的意义。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将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书写属于我们的幸福篇章。无论是事业上的挑战，还是家庭中的琐事，我们都将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因为我们知道，家人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源泉。